北戴河会议剑拔弩张，有爆料称李强拒绝连任，习近平看中黑马张国清，准备火速提拔进党委，成为第3号接班人。但中组部突然发生文火慢炖，公开反对火箭式提拔。这场快与慢的对撞背后，到底是习近平巩固权力，还是反习派的制衡信号？大时局要闻透视，为您解析中南海最新权斗风云。你好，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我是袁成。今年的北戴河气氛格外紧张，焦点都在2027年中共21大的人事布局。有最新爆料，李强表态不再连任，习近平看中黑马张国清，准备在21大火速提拔进党委，成为第3号接班人。但另一边，中共中央组织部主管的中国组织人事报却突然放话，年轻干部要文火慢炖，不能搞火箭式提拔。快与慢的对撞背后，是习近平巩固了权力，还是反习派的对抗？原中共内蒙古政府的法律顾问杜文最近在海外爆料，说他收到的消息是，在今年的北戴河会议上，现任中共总理李强明确表示自己无意连任，也不想转去当中共人大委员长。于是，一个让人有点意外的名字就被提了出来，那就是张国清。传闻说，他将在中共21大上入常，也就是进入中共政治局常委会，兼任全国人大委员长，成为第3号接班人。那么，张国清到底是谁？他凭什么成为一匹黑马？我们来看看他的履历。张国清是64年生人，今年61岁，满头白发，但其实在政治委员会里，他算是年轻的。他最引人注目的背景是他长达26年的军工企业生涯。他从80年代末开始就在中国北方工业公司工作，这家公司可不是一般的国企，而是正部级的军工央企。杜文在他的爆料中提到，张国清在圈内是个有名的军火贩子。据说他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长期驻扎在德黑兰，负责对伊朗和伊拉克的军火贸易。这段经历让他在军工圈和外交安全领域都积累了很深的人脉和声望。因为业绩出色，他一路高升，43岁就成为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的党组书记。这是一家世界500强的特大国企。在他手里，兵器工业集团的年营收在2011年首次突破了3000亿元人民币，所以他又被媒体称为兵工少帅。2013年，张国清的人生轨迹发生了重大转变，他离开军工央企，空降地方，担任重庆市副书记。此后，他先后担任了重庆和天津这2个重要直辖市的市长。对于一位60后的干部来说，能有执掌2大直辖市的经历是相当罕见的。2020年，他出任辽宁省委书记，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省委书记之一。仅仅2年后，在2022年的中共20大上，58岁的张国清晋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副国级的所谓党和国家领导人。2023年3月的中共14届全国人大1次会议上，就任中共国务院排名第3的副总理。这种晋升速度被外界形容为直升机模式。这种直升机般的晋升背后自然离不开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青睐。那问题来了，张国清并不是习近平在福建、浙江时期的老部下，也就是所谓的闽江新军和枝江新军，他为什么能得到习近平如此的信任和提拔呢？根据杜文的分析，有几个关键原因。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懂得在关键时刻站对了队。大家可能还记得2017年，当时的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突然落马。孙政才一度被外界视为是隔代指定的接班人之一。据传闻，在孙政才倒台前后，当时在重庆任职的张国清向中央和习近平提供了很多关于孙政才的关键举报线索，甚至包括孙政才在一些非常私密场合的讲话。这种在重大政治斗争中的投名状，无疑为他赢得了习近平的高度信任。第二，是他的年龄优势。就像我们前面说的，他今年才61岁，到2027年换届的时候，他也才63岁，完全可以再干1届甚至2届。在目前普遍老龄化的高层中，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优势。第三，他的专业背景完全契合习近平现在的执政方向。习近平上台后，
一直在大力推动军民融合和国防工业现代化。张国清这种既懂军工技术，又有大型央企管理经验，还在地方主政过，积累了治理经验的干部，正是习近平最需要的人才。外界普遍把他视为习家军内部一个新兴的派系——军工系的代表人物。有评论指出，这些从航天、兵器等领域提拔上来的技术官僚，他们没有传统的派系背景，在政治上就像一张白纸，他们唯一的靠山就是习近平，因此他们的利益和立场会与习高度绑定，忠诚度也更高。今年以来，确实有一些迹象显示，习近平似乎在有意提升张国清的地位。比如今年2月，在法国巴黎举行了一个人工智能行动峰会，按理说，中共国务院里分管科技的副总理是排名第1的丁薛祥，这种场合应该由他出席，但最后代表习近平去参会的却是张国清。在法国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还专门会见了他。当时就有分析认为，这可能是习近平在有意敲打一度被视为接班热门的丁薛祥，同时让张国清在重要的国际舞台上亮相，增加他的国际能见度和政治分量。所以综合来看，关于张国清要成为第3号接班人的传闻似乎并不是空穴来风。我们大时局频道会及时追踪各种重大新闻，如果您想翻墙观看我们的节目，我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 VPN 神盾 VPN。我和我们团队的人觉得这是目前真正值得信赖的安全 VPN。为什么这么说呢？很多人可能都在用 VPN， 但是传统 VPN 存在一个问题，它只用一台伺服器，资料经过加密传送到 VPN 的服务器，然后由同一台服务器发送过去。也就是说，它不但知道你的来源 IP， 也知道你连去哪里。这意味着，只要那台服务器有风险，你的整条路径就会被看得一清二楚。而神盾 VPN 采用的是独家技术双节点 P2P 加密架构，资料会经过2台服务器转送，第一台只知道你的来源 IP， 第2台只知道你要连的目的地，2台之间端对端加密，任何单一节点都无法还原整条通讯路径，连神盾自己都无法追踪你在网络上的行踪。除了安全，神盾 VPN 的速度和稳定性表现也很出色。神盾 VPN 可以在全球服务器自动切换，随时连最近最快节点，而且一个账号可用在手机、电脑、平板，可以全家分享。现在购买2年方案，享65折优惠，输入我们节目专属优惠码大时局 DASHIJU， 再打9折，30天内不满意全额退款，无风险适用。赶紧点击节目下方描述栏的购买链接购买。好了，说完了这匹热门的黑马，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完全相反的信号。就在张国清被火速提拔的传闻甚嚣尘上之际，8月8号，一份非常权威的党媒《中国组织人事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年轻干部培养需文火慢炖》的文章。这篇文章强调，年轻干部的成长需要文火慢炖，要坚决摒弃浮躁心态，要能耐住性子坐冷板凳，还要能扛住压力接烫手山芋。只有经过反复打磨，才能可堪大用。这些年来，没有文火慢炖，而是火箭式提拔的官员，显然都是习近平上台后破格提拔的枝江新军和像张国清这样的亲信。所以，有分析认为，这篇文火慢炖的文章潜台词很可能就是冲着习近平的人事布局来的，他像是在提醒最高层，干部提拔要讲规矩，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搞直升机模式。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就表示，北戴河会议期间，各派系都在为中共21大的人事布局角力，都希望把自己人安插在关键位置，有些人可能会被太年轻、需要慢炖为理由受到压制。这就有意思了，一边是传闻要火速提拔接班人，另一边是主管人事的权威部门公开反对，这背后是不是有一股力量在和习近平唱反调呢？要理解这篇慢炖文章的分量，我们必须看看是谁发出的声音。中组部。中组部在中共体系内的地位极其重要，相当于古代王朝的吏部，掌管着全国高级官员的提拔、审核和任免，是权力的核心中枢。
他的部长是真正掌握乌纱帽的人。就在今年4月，这个关键部门发生了一次极不寻常的人事变动，原中组部部长李干杰与原统战部部长石泰峰两人职务对调。虽然两人都是中共政治局委员，级别相同，但中组部的实权远大于统战部。在中共历史上，这种政治局委员之间的职务对调，而且是在攸关下一届人事布局的4中全会前夕，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日经亚洲的一篇分析文章就指出，如果习近平的政府完全稳定，没有面临任何难题，根本就没必要进行这种会引发外界大量猜测的异常人事调整。那么，接替了中组部长这个关键位置的石泰峰又是什么来头呢？这个人的背景非常复杂，他早年在中央党校工作，而当时的党校校长先后是胡锦涛、曾庆红和习近平本人，也就是说，胡锦涛和曾庆红都曾经是他的上级，而他也在习近平手下获得晋升。他还和已故的中共元老王震关系密切。王震在80年代担任党校校长时，就非常器重年轻的石泰峰，而王震不仅是8大元老之一，也和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有渊源。不仅如此，还有分析指出，石泰峰的仕途也曾受到团派大将、前国家副主席李元朝的提携。他在江苏省的快速升迁，被认为与当时团派的人事安排紧密相关，因此他身上也有浓厚的团派色彩。大家看，石泰峰的关系网可以说横跨了江、湖、习3个时代，同时与党内元老、团派等多个派系都有联系。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习近平为什么要任命一个背景如此复杂、并非自己嫡系的人来掌管决定未来人事走向的中组部呢？日经亚洲的文章提出一种可能性，这可能是一种政治妥协，就像在其他国家，当政府支持率下滑时，领导人会进行内阁改组，甚至会任命一些非本派系的人士入阁，来安抚不满情绪，按下重启按钮。习近平让石泰峰执掌中组部，会不会也是在党内的其他派系，比如元老和团派做出的一种妥协和安抚呢？如果是这样，那就说明习近平的权力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样绝对稳固，他也需要考虑和平衡来自党内其他力量的压力。好了，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我们看到了2条完全相反的故事线。一条线是被视为习近平亲信的军工少帅张国清，传闻将被火箭式提拔，纳入接班梯队，这代表了习近平希望继续巩固权力，安插自己人的意图。另一条线是背景复杂、与多个派系有渊源的石泰峰，出人意料地接管了权力极大的中组部，而他掌管下的中组部官媒又公开发文反对火箭提拔，提倡稳火慢炖，这似乎代表了来自党内其他派系的一种制衡和反击。这2股力量，一个要快，一个要慢，一个要破格，一个要论资排辈，他们的碰撞恰恰发生在决定未来权力分配的北戴河会议期间。这说明什么？这清晰地显示出，在看似平静的表面之下，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依然非常激烈，各方势力都在为了2027年的20大换届提前布局和角力。独立评论人杜正就提醒说，今年10月份将要召开的4中全会将是个关键的观察点，要注意可能会出现出人意料的新老交替或能上能下的状况。可以预见，围绕着接班人问题和未来的权力版图，中南海的内斗风暴还远未平息，这些矛盾和冲突的信号不断流出，恰恰戳破了中共官方试图营造的团结稳定的假象。接下来的几个月，我们将会看到更多精彩的政治大戏上演，我们会持续为您关注。您对这些现象有什么看法？您认为张国清会成为未来的接班人吗？还是说这一切只是烟雾弹？欢迎在下面留言分享您的观点。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和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